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很多人都会问我的问题。小小，我是一个完全的初学者，连拼音都不知道，应该从哪里开始呢？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中文学习之路。那时，我也是一个对中文一无所知的小白啊。我看着那些像画一样的椅子，听着那些陌生的声调，感觉自己像是在面对一座无法攀登的高山。那种迷茫和不知所措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但我很想告诉大家，从零到优的过程，虽然充满挑战，但也是最充满乐趣和成就感的。今天我就想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一步步打造我的中文学习地基的。第一步，告别盲认摸象，先认识你的地图、拼音和声调。很多人在开始学中文时，会迫不及待地想学意思，想说句子。但我想说，这就像一个想去旅行的人，没有先学会看地图。拼音和声调就是你学习中文的地图和指南针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掌握好它们，那么你后面的每一步都会走得很艰难。我刚开始学拼音的时候，也觉得很枯燥。那些 B、P、M、F 和 R、O、E 听起来都差不多，尤其是四个声调，我总是分不清。但我的老师告诉我，小小，把它当成一首歌曲来练习。于是，我开始把拼音和声调当做音乐来学习。我跟着老师的录音，一边有一边地读，妈妈妈妈，就像在唱歌一样。我甚至会用我的手机录下自己的声音，然后和老师的录音对比，看看那里不一样。这个过程虽然花了几个星期，但它为我后面的学习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。我开始发现，当我掌握了拼音和声调后，很多我以前觉得很难的词语，我都能自己读出来了。我甚至可以看着拼音，猜出一些新词的发音，那种感觉真的很有成就感。所以呢，我想告诉大家，不要害怕花时间在拼音和声调上，它看起来很小，但它却是你通往中文世界的第一把钥匙。第二步，从小处着手建立你的中文小家，词汇和语法。当你掌握牢拼音和声调后，你就可以开始为你的中文小家添砖加瓦了。这个小家就是你的词汇和语法。很多初学者会给自己定一个很宏大的目标，比如我要一个月学会1000个单词。但我想说，这个目标很容易让你感到压力，甚至让你放弃。我的方法是从小处着手，慢慢积累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小的目标，每天只学3个新词。这3个词可能是你、好、我的，也可能是吃、饭、喝。这3个词呢，看起来很少，但它却让我感到没有压力。我每天都会花10分钟去记着这3个词，然后尝试用它们造一个简单的句子，比如我吃饭，你喝水。我发现，当我每天都完成这个小目标时，我的成就感就会慢慢积累。几天后，我再复习这些词，它们就变得非常熟悉了。当我积累了50个、100个词后，我发现我能说出的句子也变得越来越多了。在学习词汇的同时，我也开始接触一些简单的语法。
我没有去背那些复杂的语法规则，而是把它们当成积木来玩。比如，我学了"是"这个词，我就开始尝试用它来造句。我是小小，你是学生吗？我学了"不"这个词，我就开始用它来造否定句。我不是学生。这种像玩游戏一样的学习方式，让我感到很有趣，也更容易掌握。第三步，让小甲动起来，开始你的中文对话。开口说，有了拼音、声调、词汇和语法，你的中文小家已经有了雏形。但如果它只是一个空荡荡的房子，那么它就没有生命力。所以，第三步就是让你的小架动起来，开始你的中文对话。很多人，包括我，都害怕开口说中文。我们害怕犯错，害怕发音不准，害怕被别人嘲笑。但我想说，开口是学习语言最重要的一步。如果你只输入不输出，那么你学到的东西永远都只是书本上的知识。我刚开始开口说中文的时候，也紧张的不得了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磕磕巴巴，语法错误百出。但我的朋友们都非常鼓励我，他们会耐心的听我把话说完，然后帮我纠正错误。我发现，当我把一个词、一个句子用我的嘴巴说出来时，我的记忆就会变得更深刻。所以，我建议大家不要害怕犯错，勇敢的开口说。你可以找一个语言伙伴，或者参加一个中文角。如果没有这些机会，你也可以对着镜子自言自语。你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中文播客的主播，给自己讲一个简单的故事。你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游客，给自己描述你看到的风景。这种方式虽然有点奇怪，但它真的能帮助你克服对开口的恐惧。第四步，让中文走进你的生活，成为你的朋友。最后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让中文走进你的生活，成为你的朋友。学习中文不应该只是你学习时间的一部分，它应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开试尝试用中文去接触我喜欢的事物。我喜欢听音乐，我就开始听中文歌。我喜欢看电影，我就开始看中文电影。我甚至开始尝试用中文去点餐、去购物。我发现，当我把中文和我的生活结合起来时，我的学习动力就会变得更强。中文对我来说，不再是一门枯燥的学科，而是一个能让我探索更多有趣事物的朋友。它让我认识了新的朋友，了解了新的文化，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所以，如果你现在也是一个中文初学者，我希望你不要害怕，不要被那些看起来很困难的一字和语法吓到。只要你一步一个脚印，从拼音和声调开始，从小小的词汇和语法开始，然后勇敢的开口，最后让中文走进你的生活，你就会发现，从零到有的过程是多么美妙的一段路程。谢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们每周都有新的一集，用简单的中文讲真实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，加油，别放弃。